俄罗斯再次猛烈空袭乌克兰的全境，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呢再次遭到了严重的损毁。据传呢，有运兵车呀，还有运兵车队也被打击，不少运往前线的士兵是死伤了。乌克兰现在呢，正在往前线进行增援，准备血战巴赫穆特这个地区，在这个地区进行一场绝地反击。那么这会成为俄乌冲突的一个转折点吗？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3月9号的时候啊，俄罗斯是空袭了一天，乌克兰方面就说是打了这个81枚各种的导弹，还有几个波次的无人机的攻击啊。那么后来呢，据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呢，说这可不止81枚，打了可能有上百枚啊，20多个地区都遭到了袭击，特别是这个供电设施啊，还有铁路啊，还有交通啊，这都是重点打击的这个目标，交通线呢啊，包括后勤等等等等都被打击了。而且呢，现在在运往乌东的一些这个运兵车，包括这个火车啊，还有这个运兵车队都遭到了打击。乌军增援的部队呢有所伤亡。现在呢，乌军已经摆开架势了。你看泽连斯基都说了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巴赫穆特这儿要进行决战，要来个大决战。这个地方呢，对俄罗斯来说，对乌克兰来说都太重要了，尤其是对乌克兰，对它的政治意义又更加的重要。你看现在他们前一段时间在撤呀，还是不撤呀，还是增援之间有各种消息出来。那么最近呢，很明显是在往前去增援。你比如说，他们现在抽调了其他部队的一些精锐的士兵，组成了一个这个暂时的新编的7师，还有4师啊。当然了，新编不新编的他也没有满员。不久前呢，不就增援上去了一个所谓乌克兰的王牌部队嘛，就是39旅嘛。不过现在这39旅呢，在战损呢也非常的厉害啊，所以很明显啊，乌克兰在往上面去在增援。大家都在预测说，这个俄乌冲突很可能来一场这个春季攻势。当然，这春季攻势是俄罗斯这边讲，经常要打一个春季攻势。那对乌克兰来讲，何尝又不想搞这么一个春季的这绝地大反击，也是个春季攻势呢？那么这么搞下去，这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个转折点？而大家在这边僵持了，彼此都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巴赫穆特地区，那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呢？那说到这儿，这个转折点啊，俄乌冲突到现在，其实我们要对这个转折点要认真的去考虑一下了。它可能换一个思路，就是说这个转折点可能不再是一个点，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点，而是这个有生力量的问题。说透了之后，就是人的问题。也就换句话讲，俄乌冲突的转折点可能不再以一块地盘的得失，而是以双方各自的有生力量还有多少，你的有生力量消耗了多少为一个标志来看这个问题了啊。当然了，你说除非是俄军又发起了大的进攻，占领了大面积的这个地盘，或者是乌军真的来绝地反击，也是大面积的占领了什么地盘，这种东西除外。但是现在更多的真的是看双方的有生力量。那现在呢，说双方都去抢到大块地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，相反呢，人员的消耗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一点对乌克兰来说，这可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。作为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，那肯定是不会停的。当然，我们听到很多消息，比如说西方的这个武器啊、产能啊什么也都不够。当然这是一方面，可是呢，它再不够都好，这方面的援助啊，毕竟是北约，毕竟是美国这边，他们怎么收拾自己的家底，也够援助一些东西的。但是你光援助东西，就算是东西一点不缺的话，人怎么办？那消耗的都是乌克兰的人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啊，乌克兰这边的人，这些有生力量是否还经得起消耗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。